躺在床上滑手机可能要小心哦，会造成生育问题或脊柱侧弯。胡乃文开讲了，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胡乃文胡医师。知道吗？躺着姿势不良会影响到你的肾神经。有一种病情啊，叫做脊柱侧弯。脊柱侧弯呢，就是从颈椎，然后到胸椎，然后到腰椎这个地方呢，有可能造成弯曲的现象，像 S 型的了。那么我曾经看到过一个病人啊，他是光是颈椎只有7节，他竟然就成为 S 型的。那么当然了，这种状况很少，有的人是胸椎到腰椎这个地方成 S 型。你怎样发现到你可能有脊柱侧弯了？我现在讲的是不那么严格、不那么拘谨的讲法啊，就是当你就是在镜子前面看你打的领带有没有歪了？假如有一点点这样歪，我告诉你，很可能就是脊柱侧弯的开始了。弯的厉害的就不用说了。除了这以外呢，还有就是不打领带的时候，看看这个扣子啊，这个结扣子的这一条线有没有一点点歪斜的现象。假如有的话，请你特别注意你的姿势。那么造成这种脊柱侧弯的原因是什么呢？各位，你想想看啊，坐的时候要很小心。我们大部分的人腿啊，可能有一只长一只短或怎么样，结果呢，坐的时候就翘起二郎腿来坐。那这种坐姿是比较舒服，也许在女孩子来看的话呢，是比较姿势优雅，但是这个会造成脊柱侧弯。还有呢，就站姿。有的人因为常常要站着工作，那他很可能就要一只脚休息，这样子的话呢，较容易产生，例如像静脉曲张，甚至于因为他的脚踝、膝以及髋部常常因为总是固定的那个姿势，那他的膝盖关节或者是踝关节等等这些地方呢，就会发生一些个变形或者是没有用了，以至于也可能将来会造成 S 型的，就是侧弯的这种脊柱。还有呢，行走的方式，比如长短脚啦，或脚受伤会痛啊之类的，也可能会因为一瘸一拐的走路，造成了脊柱发生问题。还有些人背背包啊，像尤其是大家看到那个姿势优雅的女孩子啊，背这个背包走起来样子非常漂亮，可是这个也可能造成问题。为什么？因为你只是在一边的背着，而不能够平衡的话，常常耸肩，以至于将来也可能造成这种脊柱侧弯。还有呢，假如可能的话，千万记住，不要躺着看书或躺着看手机。年轻人，尤其是上班族，回到家里面累得个不得了，躺着看电视，躺着看手机，躺着读书，结果呢造成问题。我还记得我以前有个邻居，是一个老伯伯啊，结果整个背是这样的弯掉的，中国人讲的叫做弯腰驼背。那这种驼背有点像罗锅这样子的背呢，那么当然胸口里头所有的脏腑都会被压坏，以至于有问题。那么我们能不能够防止或者改善刚才讲的脊柱侧弯呢？当然可以啊。脚痛的时候，膝盖痛的时候，那么走路会造成这种侧弯，那么你能不能改善它呢？可以，你尽量的还是正的走，虽然脚痛。很多的医生都叫你脚痛了、膝盖痛了，你就一定要怎么样？要注意，不要让它弯到，不要让它折到，要不然呢会发炎。没错，会发炎，发炎只是一时的疼痛，可是你假如说长期下来，你会造成脊柱侧弯，这是永久的痛，这是更糟糕的不好的状况，所以要小心。那假如说你已经得了这种脊柱侧弯了，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善它呢？有，找一个好的复健医生，或者是中医的整骨医生或整脊等等，都能够把它弄好。可是我建议可以这样子做，你可以倒退走路。
你知道倒退走路的时候呢，你怕后面有危险，对不对？你总是会把脖子往后这样子看着走，而且在倒退走路的时候，就算是脖子不往后翻，你的身体呢也会拉正，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侧弯可能改善一点点。还有就是在游泳池里头啊，游泳池里头呢，在自己的脖子这个位置的水位这样子的高度的水位啊，在那里走路，那么也可能会就是改善。为什么我建议这个方法呢？主要的是因为你去做整复也好，复健也好，做任何的整骨也好，假如你的这个脊柱啊，或者是骨头啊，已经有所谓的骨质疏松了，那么它要给你整复都是非常困难的。可是你自己在游泳池里头走的话呢，那是游泳池里头的水帮你在复位，这个时候疼痛感会比较好一点。另外还有就是在还没有很严重的时候，你也可以学习到这样子躺平，然后呢头跟身体啊做像扭毛巾一样的这样子的动作，就是头向右边歪，身体向左边歪，这样子，然后呢翻过来，这样子扭过来扭过去，扭过来扭过去，多扭几次，能以自己的能力啊可以做的范围之内这样做，那么可以让这个脊柱变得比较整复回来。另外呢，还有一个方法，这是我以前在学整脊的时候学到的一招自己调整自己的脊柱的一个方法。让我们常常有所谓的长短脚，长短脚是因为短脚那个部分呢，是因为它的肌肉筋拉紧了，所以那一只脚就感觉到是短了。那你要怎么办呢？很简单，你站在墙边，用手拉着自己的腿啊，又利用呼吸的方式，在吸气，然后呢慢慢吐气，吐到快要结束的时候，用力往上扯一下子，这样子你的这个腿啊就可以来的拉回来，就没有那么样子的僵硬了。那多做几次，可能就把这个长短脚就给改善了。当然也可以躺在床上，然后也是一样拉那个短腿的部分，同样用吸气吐气的方式把它给改善过来。那么你做的时候尽量的坐正啊，尽量坐正。那已经发生了，那么可以用针灸的方式，有一种叫做腰背委中求，委中就可以治这个病。自己也可以做，就是用手呢在这个委中这里常常压按。委中穴就是在膝盖骨的后头那个位置，我们中医叫它叫国，肉字边一个国家的国啊，国是软肉，这个软肉的正中心那一个穴就叫做委中穴。你可以在委中穴常常压按，或者到医生那边，也就是在这个地方给你扎一针，很可能这个脊柱呢就马上不痛了。不痛你就给我乖乖的站直了走路，就这么简单。好，那么脊柱侧弯造成的疾病还有很多，其中我们讲颈椎这个地方有8对颈神经啊，叫做 C1 到 C8啊。再来就是胸部这里呢有12对肌神经，这12对呢就是胸1到胸12，然后再来腰有腰1到腰5。再来就是腱这个地方也有腱1到腱5，那么这一共是31对肌神经，而这31对肌神经里头，腰的几个神经其实对于身体都有影响，尤其是可能影响到盆腔啦，影响到身体里头的这个脏器呀。其中以腰二跟谁有关呢？跟输尿管啊，跟它有关系，而且呢，可能跟女孩子的痛经有关系。腰3也就是第3对这个腰神经啊，它跟子宫、膀胱、生殖器都有关系，这是盆腔里头的所有的问题。假如说你在这个地方脊柱侧弯而压到了的话，它很可能就造成里头生殖系统的子宫、膀胱的那些个紊乱，或者甚至于像痛经，也可能在因为这一个地方的弯曲压到了神经而生病而疼痛。那么再来呢，这个腰3、腰4还跟坐骨神经有点关系，尤其腰4跟坐骨神经，还有呢就前列腺
就是男生的这个部分有关系。那么，所以假如说你常常躺着读书、躺着看电视等等，那么最后呢，把你的腰神经或者甚至于脊柱神经弄侧弯了，那么女生可能月经紊乱，可能这个痛经，男生可能就是前列腺有问题，以至于甚至于他的这个生殖系统都受到了影响。《黄帝内经》记载，他说：“五脏者，身之强也。五脏的好，身体就好。”那么有一个讲法叫做“腰者肾之府”啊，讲背者胸中之府，就是背呢，它是胸里头有些什么脏器，有肺呀、有心脏啊，有支气管啊等等。那么腰呢，腰里头就有肾脏。那么腰者肾之府，假如说腰有问题了，结果呢会转摇不能，就是转动啊，就会发生痛苦的事情。讲肾将备，这个时候就是肾这个地方呢已经虚亏了，肾虚肾亏，我想很多的人都知道，这个是造成了不能生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呢，分布到肾脏的腰3。或者腰4、腰3呢，跟子宫生殖有关；腰4跟前列腺有关，那跟生殖都有关。那这样子的话，躺着读书、躺着看手机、躺着看电视，那么就有可能造成刚才所讲的肾脏的这些个问题。我们中国人讲坐有坐姿，站有站相。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坐姿、自己的站相。好，我们现在在这里看影片的时候，你是不是像我现在这样坐着呢？假如是的话，拜托你赶紧调整你现在的姿势。好，大家假如说觉得调整好了，那么未来看我的影片都要记得哦，好的姿势才是最正确的。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个地方，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按订阅，并且加上小铃铛哦。谢谢你，再见，拜拜。